不要害怕剪那么一点点的层次，它不会因为剪了一点点层次就变成章鱼头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。如果没订阅的话，可以订阅一下；如果没追踪 IG 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蓬松内弯的发型，这是超级多人想要烫的头发。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重点，避免你又烫失败了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到像这样齐长厚重内弯的发型，我们拨到后面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想要后面看起来是这样齐的，但是你想一下，后面是齐的，拨到前面就不会是齐的啊。所以很多人去剪头发的时候，都会说我要把后面剪齐，这样拨到前面，你可以看到影片里面，其实它就会变成长跟短差距非常的大，这样子是非常容易乱翘的，所以你的齐就会没那么好看。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要让头发在前面看起来是齐的，但是我也得先跟你们说，如果放在前面的头发是齐的，拨到后面就会是比较像是一个圆弧状的状态。因为像这样子的头发，你有时候想要蓬松感的话，我们把头发剪齐之后，我们还是会向上剪那么微微的层次，不要怕，一点点层次是不会让你脱离厚重的感觉，但是这一点点层次，你可以看到头发波动的律动感反而会变得好很多。不然你只是剪齐的，然后厚厚的一块，你就会变得，你知道下摆会变得超级厚重。我个人会觉得头顶会变得太扁了，所以不要害怕剪那么一点点的层次，它不会因为剪了一点点层次就变成章鱼头的。接着我们就要安排上药水。那像这样子的头发，如果你头发比较扁的话，我会建议把药水上的比较高的位置。对了，不管你今天是设计师还是客人，药水绝对是烫头发的关键，它比你卷子还来得重要超多。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，我的卷子其实都卷超过药水的地方，所以这样烫起来也不会有压痕。还有最下摆的地方，我们只上了一点点，所以就算我卷到底，其实也只有尾巴会有卷啦。很多客人都会很担心，卷子卷到底，我会不会从头顶就变得超卷？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担心，这件事情不会发生。OK， 我们就在这个状况把它加热完。现在你看到湿的样子的时候，通常都只有发尾微微的弧度，那这样子就是一个蓬松内弯的发型。那上面的卷子因为比较大，所以只会烫出一些蓬松感。吹头发之后只要乱吹就好。吹干之后你会发现，因为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层次，还有烫出那么蓬松的大弯，所以头发波动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蓬松感的。而且发尾只要多了弯度之后，绑头发就会变得特别好看。很多人绑头发尾巴都很像扫把一样，你知道，刺刺的，那就是因为你头发没有弯度。如果你不是很会整理头发，不会吹头发的人，务必先烫起来吧。像这样子的头发，基本上吹干就可以了。到这里，我想一定很多人会问，这样会不会很不持久？当然，这要看你是粗硬发还是细软发。如果你是细软发，的确维持度会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一般发以上，恭喜你。绝对都可以撑半年以上的，因为它就只是一个弧度，它不是一个 S 的卷度啊，所以让头发一个自然的弧度，我个人是觉得很有气质、可爱又非常美丽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把头发拨到前面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蓬松的内弯，记得真的是一个内弯 C 字感。说明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应该对这样子的发型更了解了吧？更重要的是层次，不要再想把头发拨到后面剪齐的，这样子真的看起来不会是齐的。再来就是弯度跟层次的设计了。那如果你没办法找到我，就把这支影片给你的发型师看，我想他也能稍微略知一二的。总之，希望大家都能拥有这一款超级多人喜欢的发型，因为它真的太好整理了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有想要看其他发型解析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